盘点没有弱点的宝可梦。以前总说班吉拉斯全身都是弱点，尤其是4倍弱格斗，就算是神来也顶不住。可即便是4倍弱点，但要像海兔兽这样只弱草的，其实也还是能够接受。虽然说这是属性上的互相制衡，但在宝可梦史上还真的出现过没有弱点的宝可梦。要知道一只宝可梦没有弱点，那在起点上就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，就算是现在也都还有理论上没有弱点的宝可梦。但没有弱点的宝可梦真的很强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说。1. 花颜怪。花颜怪是妖精系出现之前没有弱点的幽灵系加恶系的宝可梦，而且只要玩过真钻复刻的玩家，或多或少都对这个竹篮队里放水给机会的内鬼有所印象。到了阿尔宙斯传说，花颜怪收集灵魂的任务，想必也是让在座的各位记忆犹新。毕竟全地图收集，加上大部分时间都要晚上寻找鬼火，这种明显凑时长的任务，可以说是整部游戏里最阴间的地方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有喜欢收集的玩家比较享受这种感觉，但我想喜欢这种任务的，应该还是只有小部分。可不管怎么说，花颜怪仅靠这些就足够让新老玩家有着很深的印象了。当然，要是没玩过游戏，只看过动漫的，那花颜怪的出场依旧不少，而且每次出现都是带着点阴森恐怖，完全没有同类幽灵系耿鬼那样画风跳脱到让人身心愉悦。不过这也可能是和它有着恶属性有所关系，而且在设定里，它还是108种魂魄凑在一起的宝可梦，混入几个邪恶的灵魂也不是什么稀奇事。记得有一集就是小智他们误打误撞破坏了500年前波岛勇者封印的花颜怪，结果这一整集里几乎没人治得了它，直到小智和皮卡丘齐心协力，这才将花颜怪重新封印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当年封印花颜怪的波岛勇者也是用的皮卡丘，但这个坑直到宝可梦旅途才真正填上。可不管怎么说，这只宝可梦除了竹篮和它的祖先望罗，就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住了。2. 勾魂眼。勾魂眼作为登场在第3世代没有弱点的宝可梦，属性是恶系加幽灵系，看起来和花颜怪相反，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多大区别，也都是在第6世代后只弱妖精系。不过比起花颜怪的背景外貌来说，勾魂眼看起来就比较宠萌了，而且在动画里它也是比较单纯，因为没朋友就听信了喵喵的话。他本来以为只是恶作剧，结果却没想到反倒成了火箭队利用的工具人，直接将小胜小瑶他们连人带宝可梦全部抓了起来。但好在后面勾魂眼回过神来，这才没让火箭队得逞。能够看出勾魂眼的小身板并没有什么战斗力，实际上他也的确不是当输出的了。在游戏里，他因为有恶作剧之心，所以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以辅助和干扰手的身份出现，而属性上的优势只能说是锦上添花的作用了。毕竟就算和他以前一样没有弱点，但也改变不了种族上是脆皮的事实。3. 麻麻鳗鱼王。麻麻鳗鱼王是迄今为止理论上没有弱点的宝可梦，在属性上它是抗性极好的电系，只有地面系的弱点。但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它的特性漂浮刚好又能让它免疫这个唯一的弱点。可要是对手宝可梦有破格特性的时候，那它还是能够被地面系招式击中的。而且就算地面针对不了麻麻鳗鱼王，以它的种族是真的上不了台面。所以说即便是没弱点，那也不代表这只宝可梦就很强了。毕竟决定一只宝可梦的强度，除了属性和特性外，还要看技能池和种族池。所以说麻麻鳗鱼王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吧。